滑蛋肥牛拌饭，饭菜一锅出是又好吃又好做。首先，咱把这肥牛给它腌制处理一下。腌制的过程呢，也是一个基础入味儿的过程。慢慢的，先让味道均匀的融散在整个盆里边。准备好以后，可不是先上锅煎肉，而是先调这个让肥牛更加香上加香的味汁儿。这么一个味道香浓的中式烧汁儿，这就齐了。牛肉过长时间的等待容易柴老，咱们这个汁儿要提前让它先期成熟。今天的这个滑蛋与众不同，增加了蟹柳淡淡的鲜香味道，鸡蛋加上牛奶搅打均匀，一餐很好的食物，它的组合是非常丰富的，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。鸡蛋的1/3，咱们先让它在锅里边成熟，饭果冻状态的时候放回到蛋液里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就能够轻松达到了完美成熟度极高的滑蛋了。再次烧热锅子，不需要加油，直接开始煎烤肥牛。像咱们每天啊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忙忙碌碌的，每天来自于各个地方的压力呢，都让我们喘不过气来。但是一定记住了，忙碌一天以后回到家，每天甭管是有多不顺利，但是在这个时间段是我们一天真正属于我们的。听下属的话，对自己好一点，每天都要好好吃饭。哎去！老来没胃口，我要干饭了，你给我留点，给我留点，积满了浓浓的番茄汁儿，茄汁儿炸蛋。你想吃你就用这个，自己做去。这道菜好吃的关键就是它，挤上它3下：生抽、酱油，2小勺的香醋，白砂糖，1小碗清水，水淀粉，细腻丝滑的番茄酱汁儿，配料表干净。我儿子呀可喜欢吃了，番茄的味道浓郁，会弄到哪都是。你干嘛？你我这还没炸蛋呢。鸡蛋打散，油温4成热的时候，咱们下锅，瞬间成型，有没有？1分半后，咱们翻个个，酸酸甜甜的番茄酱汁给它倒进去。有那么好吃吗？这个当然了，要是有那么好吃，你做20个俯卧撑没问题。20，快，你快点，你损色！这绿鸡做菜能好吃？反正凉的又来。日啖荔枝300克，不辞常作岭南人。用不同的荔枝鸡翅、辣鸡翅、季花刀、花雕酒、白胡椒粉、关节盐，手法一定要帅。3-2分钟的浅腌水灵灵的荔枝核，咱们给它去掉以后，日啖荔枝300克，嘴角不起大泡，你来找我。荔枝皮呢，它有特别好的去火的作用。干锅小火焙炒，热水半茶汤色，一起给它盛出来，少量的油，鸡翅外侧冲向锅底，保持一个大火状态，30秒左右开始翻个，中火煎至30秒。直接放冰糖，微微的焦糖，边煎边转。大蒜、洋葱、姜，让它煎煮出来的荔枝原汤，红润老抽、生抽，烧5分钟，给它翻一个，再烧它5分钟。漂亮的荔枝，水果入转，千万不能长烧它，也就是1分多钟的样子就足以了。大火收汁，撒上一点芝麻，出锅。番茄蛋花饮又不是让你做西红柿鸡蛋汤。如果你还没有喝过这个果香满满、好喝到抠地板的番茄蛋花饮，你就 out 了。西瓜咱们直接去籽儿，当切成块，一股脑的放到雪克杯里边，像不像西红柿？捶，戳，带着一些的果汁的样子。橙子最接近蛋花汤的那种蛋花状态。葱花从哪儿来？清宁一定要去籽儿，改成葱片，直接把我们这个橙子鸡蛋黄，漂亮的葱花，西红柿鸡蛋液基本到位。冷泡的绿茶，有茶香，有果香，有清凉，自己熬制的糖浆，冰块放杯里边，直接装杯，清新夏日感。说好了啊，一人就1碗啊！嚯，不是你。今儿下厨就要做一个应该算是鸡蛋界的天花板——糖醋荷包蛋。锅里边少放底油，放点盐，倒出蛋清的时候一定不要一股脑的都倒出来。微微的还有一些的溏心状态的时候，两面金黄，咱们把鸡蛋捞出来，提前把一些的蒜蓉泡水，小火炒香蒜蓉，金黄色的时候烹生抽，加上些清水，老抽调色，米醋，接着把咱们的荷包蛋醋香出来以后呢，咱们再开始放糖，一丢丢的洋葱丝、红椒、绿椒、黄椒，最后水淀粉淋上一丢丢收浓酱汁，最后这1小口蒜蓉，撒上点小葱花，酥脆的芝麻，出锅。这个锅包茄子真好吃，像锅包肉一样的焦脆可口，一咬一爆汁。锅包茄子一样好做，一样好吃。茄子去皮，丝滑流畅。这个锅包茄子好吃。什么叫锅包茄子？这叫锅包肉。这锅包茄子什么呀？锅包肉（括弧素肉）。锅包茄子不挑茄子，老嫩通吃。用盐水浸润茄子，让茄子个个吸饱了水分。一个是它不容易吸油，另外一个呢焦脆可口。一边泡着茄子，一边调着迷人的锅包汁儿。茄子给它控水，咱们直接开始裹粉，边撒边抖，保证每一片茄子都均匀的裹满淀粉。锅做油，油温6成热，茄子滚到锅里边，要快速的让茄子表面的淀粉牢牢的抓住茄子，形成了完美的包裹。茄子再次回锅，保持一个
暴力的温度上升，让茄子的颜色一致，酥脆口感一致，成熟速度一致。不用刷锅，蒜片、葱姜丝、胡萝卜丝，快煸快炒，锅包汁儿冲到锅里边，快速的浓缩整个的酱汁儿，让酸甜味道快速的聚集，焦脆可口，一咬一爆汁儿，茄香四溢，这才堪称是完美的锅包茄子。开涮！下说的台湾省卤肉饭，口口香浓，块块酥烂，吃完了连碗都得一起涮。千呼万唤，台湾省的卤肉饭下叔安排，把这肉啊先给它开成大片，正宗道地的五花3层肉，切好了五花肉，这只是起步，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省卤肉饭必要有的红葱头，把它们顶刀切片，这才是家乡的味道。咱们上锅，台湾省卤肉饭，锅温4成热，下肉一定经过了煸炒，五花肉才能更加的味道浓香。我吃过一个据说是正宗道地的台湾省卤肉饭，基本上看不到瘦肉，这是在过去啊穷，你可以标榜自己是正宗，但是你不能把过去物资匮乏时代的料理方法沿用到今天。那台湾省最正宗的美食是啥？张师傅，鹌鹑蛋煮好了以后，给它剥掉小皮儿，在猪油里边炸一下，漂亮的虎皮鹌鹑蛋，切好的姜末、蒜末、金钩海米一起放到锅里边，快翻快炒。下叔的台湾省卤肉饭一定要有香菇，5份的五花肉，1份的猪肉皮，一定是我们宝岛台湾省特有的金兰酱油，鲜香味美的大地鱼粉。这大地鱼它到底是什么？咱在评论区里交流一下。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台湾省卤肉饭，它其实是一个味道大融合，因为当时宝岛全国各地哪儿人都有，想吃家乡的味道，那就是把各自家乡的味道慢慢的融合，才形成了我们台湾省今天的饮食文化底蕴。我可以接受你说我做的不正宗，但是我接受不了你说我做的这个台湾省卤肉饭不好吃，直接盛饭开涮。我这万万没想到，一块简单的猪肝竟然能够成就一道传世的经典溜干尖（括弧老式猪肝）。咱们一定要选择黄沙肝，一推一拉，滑嫩口感的这个溜干尖呢，靠这一汪清甜水，肝不能太厚，不能太薄，筷子尖薄厚，这是咱们溜干尖的一个标配的厚度。猪肝咱们切好以后，一定切记不要洗。理由干嘛来了？不洗它不腥吗？腥膻味道主要看火候味道拿捏，小样一点都不懂。这猪肝里边一定不能放盐，是因为猪肝里边有大量的血水，你的盐只要接触到猪肝以后，猪肝就会快速的渗出血水来，你一会儿腌制是越抓越黏。这个笋真是太嫩了，可遇不可求的好食材。就这么简单的食材，简单的调味，成就了一道传世的经典。就是这个味儿。炒锅，咱们先做水，发好的木耳给它汆烫一下。木耳出锅以后，咱们再去汆烫玉兰片。猪肝下锅之前，轻轻的焯捞一下，滑油，可不是在里边瞎扒拉，左右分捞，它才叫滑油。玉兰片放到锅里边出，你看这猪肝是块块饱满，个个滋润。夏叔也知道，在夏叔厨房的这个账号里边有很多同行的朋友，既然咱们是专业的，那干出来的活儿就得是专业的。简单一推，这酱汁儿就已经变得浓缩粘稠了。干尖在这一时刻快速入锅，锅边醋，吃其酸香，不吃酸味儿，就是一个旺火爆炒。青蒜叶子往锅里边一推，好的溜干尖一定要达到这3步：夹起来不脱浆，咬开不渗血，盘底不汪油。开涮！都给我干完了。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的干锅土豆片，土豆给它切成1块钱的硬币2块厚。千万别泡水，做开水，少放点盐。切好土豆，开水里边一汆烫，它成熟度会更快，差不多2分钟左右，半透明状态了。油温6成热，走！就是这样，保持最大的火力，大泡泡变得小泡泡，而且越来越密集的时候，捞出来，直接把这五花肉给它煸香了。葱段、蒜片、姜片、干锅酱，继续的小火慢炒。花雕酒，把土豆片进锅了，配上一些的洋葱、美人椒，多来些青蒜，干锅这就来了。这小会儿那汤给我留着。